64000的底池，我下注22000。这个时候呢，他直接 all in 99000，所以我想了一下呢，我觉得这个玩家呢，他的炸胡的频率应该是蛮高的，所以我就跟住了。结果呢，好像是。这场威尼斯人的比赛呢，我们是最后报名的时间哦，所以是晚上的8点55分呢，报名进入这场比赛。最后进来的时候呢，是这个筹码量呢4万的起始筹码，盲注是2000、3000，也就是说我们进来的时候呢，大约只有13个大盲。我觉得运气不错呢，是我们一上桌的时候呢，我刚好是介于这个button位跟小盲位之间啊，所以必须要等一手，然后才能开始玩。然后呢，这是第一手啊，就是button位刚过在 CO 位的位置呢，这时候呢是一个9人桌的状况。然后 UTG 它有一个10万的筹码量，它选择了平跟啊，就是 limp 3000。然后呢，我看到我的手牌呢是这个 A9 同花。那我认为对上这个 UTG limp 的范围呢，我觉得最直觉的大家的范围呢，就会是一些什么？是一些手牌不够强去 raise， 但他又想要玩的牌。例如说什么？例如说，我觉得比如说7-7以下的对子，或者是一些6-7同花、7-8同花、10J 不同花之类的，他想要玩这些牌。他又觉得不够强去加注，所以他选择平跟。那对上这些范围呢，其实我的 A9 同花呢，绝对是领先大部分的范围啊。如果说他不是守对的话，因为我认为他如果是 A10以上的牌，他应该会加注，我觉得是很直觉的所以呢，我就选择了 all in。然后这个时候呢，小盲位的玩家呢是一个筹码量很多，他有12万，那他也 all in，那我当然我就知道我就挂了。然后这个时候呢 ，UTG limp 的玩家呢，他竟然开牌10，然后他弃牌，代表说我这个判断错误啊，这不重点。小盲位的牌呢是这个 AK 不同花，然后运气不错，翻牌呢之后中了一张9，所以呢成功的从这个4万的筹码量呢直接翻倍到8万左右。然后接下来呢第二把牌呢也是蛮精彩的手牌。然后这手牌是什么状况呢？是我在这个 low 价位，我有86000的筹码量，我加注到6000，我是1对10。然后呢，我后面的玩家全部跟注哦，就是 high 价位跟注 ，CO 位跟注。然后 button 位也跟注，然后大盲位也跟注，所以是几个玩家？1、2、3、4、5个玩家。所以呢，底池呢是35000，然后翻牌是方块 J、方块10、黑桃5中了3条10，所以非常好的翻牌。那以我们的预设策略来说呢，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这个翻牌的持续下注的概念。对于如果说我们翻牌前加注，我们的下一家其实有直接跟注的状况，其实他们的范围应该都要是非常的紧。尤其是有这么多家的情况下，所以呢，其实我们这边大部分呢会有一个非常高频率的 check 整体的范围，不管我是 AA， 不管我是10，不管我是 AK 同花，我都会有很高频率的 check。所以包括我有3条10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 check 的策略。尤其是什么？尤其其实这手牌呢，我们的筹码量呢只有8万6，底池已经3万5，所以其实我们不用担心说，如果我们 check 的话，会不会底池太小，我没办法 all in？ 其实是不会。所以当下我 check， 但没想到呢，全部人都 check 好。这其实也没关系转牌来一张梅花3，还是一个无关紧要。然后呢，大盲还是 check。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选择了 check。我觉得可以不用去保护下注，然后可以再让大家可以再中一些更奇怪的牌，然后去支付我的3条。好，没想到呢，我的下一位玩家呢下注了一个11000，下注了一个1/3的底池，然后呢全部都跟注最精彩了。High 价位下注之后呢 ，CO 位跟注 ，Button 位跟注，然后大盲弃牌。然后这时候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加注的时候，因为我认为，当我这边做一个很小的加注呢，我认为他们只要是任何的比如说 JQ 或者是只要是8-9同花、KQ 同花，我觉得很多牌呢应该都会跟注。我这边选择加注到了35000，然后我后面剩下4万5。然后这个时候呢 ，High 价位弃牌 ，CO 位弃牌 ，Button 位玩家跟注3万5。合牌呢是一张梅花5叠牌5。所以我呢中 full house， 这个时候底池是129000，我剩下4万5那我当然就 all in。好，这个时候呢，button 玩家呢，他应该是我不知道是 flush draw 还是 straight draw， 反正他没有中，然后就很轻易的弃牌。但这底池其实蛮大的这个时候我合牌 all in 的时候，底池已经有129000，所以让我打到一个非常不错的筹码量。然后呢，最精彩的就是下一手牌，button 玩家在2000、4000的时候呢，他加注到8000我在小盲位拿1对8。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这个3次下注。我认为88以上的对子，应该说7-7以上的对子，我应该都会3次下注。我3次下注到2万8对手跟注，翻牌是黑桃 K、黑桃5、红桃2，底池64000。
这时候呢是一个我会有接近100%的持续下注频率啊，64000的底池我下注22000，这个时候呢他直接 all in 99000，他的筹码量是大约是13万左右。他开始这手牌的时候，我有15万，他有13万。那他直接 all in 99000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有一个决定要做，就是虽然说翻牌有一个 K 的翻牌，但是其实你要想的是他会 all in 什么牌。如果说他今天是 K10，你觉得他会 all in 吗？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会跟住。我下注1/3，他就跟住就好。所以在我的眼中，我觉得他直接 all in 的牌呢，是一些同花的买牌哦，比如说2张黑桃，甚至是一些可能是一些 combo draw， 比如说 A3 黑桃、A4 黑桃，甚至是我觉得10J 黑桃，对吧？他10J 同花翻牌前也会跟住，然后这个翻牌他可能就我是同花买牌，我就直接 all in。所以我想了一下呢，我觉得这个玩家呢，他的炸胡的频率应该是蛮高的所以我就跟住了。结果呢，做了一个对的跟住，它是 Q10 黑桃。那大家就说，可是对上2个高牌，对上黑桃，其实你也只有55%的胜率你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底池其实已经有64000所以只要是50%的胜率，对我来讲长期都还是正一比，因为底池已经太大，这是一个 3bet pot 3次下注的底池。所以呢，对手呢就是good call。他偷鸡被抓到了，但是他都知道自己还有很多 outs， 转牌来一张方块 A， 他多了一个卡顺的 outs， 然后合牌呢他击中了他的 Q 所以呢他这一把牌呢就从我这边赢了13万的筹码，就是我原本从15万非常好的筹码量，对不对？最晚注册直接翻4倍，然后变成这把牌结束的时候，我只剩下2万的筹码。2万的筹码是多少呢？是盲注是2000、4000，就是剩下5个大盲，就只能等牌嘛，等牌，反正就是。好，差不多等死，自然死亡。好，这把牌呢就是弃牌到我在bottom位，然后我有10J 同花，5个大盲，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all in。这时候还没有小盲位，小盲位已经出局了，所以我只赢下了这个8000的底池大盲位弃牌，然后变28000下一手牌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直觉的加注这个是一个 hijack 玩家加注到12000，虽然说他选择了一个3个大盲的加注，但我知道他的范围非常的宽，他是一个亚洲玩家，他之前做非常多夸张的 bad beat 别人的手牌所以我的 KQ 当然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只有7个大盲。我都是很简单的 all in， 我是 CO 位，他是 hijack 位，所以我 all in 28000，然后他跟住，他是1对5，然后呢，我合牌中顺子，所以呢，从这个28000又打起来了。那下一手牌呢，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这手牌呢是在3000、5000的盲注级别，然后对手呢是一个外国人，一个老外，一个白人，他在 low jack 位加注到12000盲注是3000、5000，他加注12000。这时候我的筹码量有7万我在小盲位有 KQ 不同花。其实这时候我有很多种做法，我觉得第一种做法呢，当然就是 all in， 这是绝对是 OK。第二种做法呢，我也可以做跟注。那我觉得14个大盲，我觉得我是一个混合策略。我觉得跟注的好处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玩家，如果我评估这个玩家翻牌会犯更多错误的话呢，我觉得翻牌前跟注是一个很好的策略所以我选择了跟注。翻牌是红桃 K。梅花 J 梅花32张梅花，这时候我有 KQ， 我有梅花 K， 所以我中了一个顶对带一个后门花的手牌，底池34000，我 check， 我认为对他来讲应该是一个蛮高频率的持续下注，但是他选择了 check， 转牌了一张梅花5，所以我是一个顶对带一个 K 花的听牌。这时候呢，我觉得我的手牌应该90%以上都是好牌所以我应该要选择价值下注。我觉得他的 QQ， 我觉得他的 AJ 都会跟注，底池34000，我下注12000。然后他做了一个很奇怪，他加注到35000，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加注到35000，但我们中的顶对其实我都不会弃牌了嘛，因为我剩下大概10几个大盲，所以呢，他加注到35000的时候呢，我就 all in， 然后就shit， 然后我就说你加注到35000，我 all in 59000，然后他还要抢，然后他又在那边碎碎念，我就知道他不知道是拿什么乱牌在乱搞然后他想一下你筹码太少了，我要付你，然后他就扣了，然后他是 AQ 不同花。就是一个 A 猜，然后一个卡顺，所以就是他就做了一个，我觉得他可以跟住他没有必要直接 all in， 然后我就成功的翻倍从这位玩家呢又翻到了15万，就下一把牌就是下一把牌。这个时候呢 ，low jack 玩家25万的筹码量加注到12000，CO 位的玩家呢3次下注到36000，然后我刚刚赢到15万的筹码量，然后我在bottom位，我是一对 Q 有15万。这时候呢，我只有30个大盲嘛，所以我就想一下直接 all in， 然后2家玩家要弃牌，让我的筹码量呢达到了大约是18万。18万呢，在过了几圈之后呢，这个盲注到了3000、6000，然后这是一个单挑底池。那单挑底池的话，我觉得范围可能大家都会比较不熟悉那单挑我觉得也是相对来讲比较难的状况跟大家分享这手牌。
我在小盲位呢拿一个 Q5不同花。那 Q5不同花呢，在小盲位单挑的情况下呢，是一定要入池啊，这是第一点。那怎么入池呢？我觉得可以混合策略，你可以偶尔跟注，偶尔加注，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有的策略。那当下我选择了加注到3个大盲18000，然后大盲呢有14万的筹码量啊，大约是23个大盲，他选择了跟注。然后呢，翻牌是852，是一个 Rainbow 852，然后底池44000。那我们中了一个5的对子带 Q 的 Kicker 嘛，所以我觉得是很不错的手牌，在单挑的情况下，所以我持续下注了18000啊，大盲位跟注，转牌来一张叠牌2，然后我认为大盲位的2的手牌呢，会比我们的范围还要来得多，所以呢，我觉得这手牌呢，我可以考虑转牌 check， 底池8万，我选择了 check 啊，对手下注了一个3万，那我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要跟注啊，跟注3万，合牌是一张10啊，底池14万。然后呢，我 check， 他也 check， 然后它是一个5、6不同花，他觉得我范围就是如果是有5的话，很容易是 chop 嘛，因为10在上面，可是我的 kicker 比较好，我是 Q5， 所以我又赢下来一个14万的底池。接下来呢是最后一手牌呢，我觉得也是一样啊，单挑的底池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手牌呢也是本日最后一手，就是真的就是大家不是知道这个最后10分钟不是抽几手牌嘛，就是整桌的最后一手牌。然后这时候大家就说啊，你就不要玩啦，要弃牌啊，弃牌啊。然后这时候呢，那个小盲位呢是一个法国玩家，然后就是那种小屁孩，你知道吗？就是看到你就觉得啊，我比你强，我要来就是来搞你这样子。我感觉是这样子吧。然后呢，他小盲位选择了平跟，他就是不愿意弃牌，然后他又打不赢我，对不对？你看，就是好，他选择平跟，然后呢，这时候我在大盲位，我是黑桃 K 方块8 K8 不同花。那我认为我可以选择加注，但是我认为如果我 check 的话，我可以打一个有位置的翻牌后，我不用担心说，假设我翻牌前加注被他再加注，或是他 all in， 那我就没办法继续这个手牌，所以我觉得蛮吃亏的，所以我就选择了 check。翻牌是629，两张黑桃。那我们讲过了，我有黑桃 K 嘛，所以底池18000，他下注一个6000。大家知道，在单挑的情况下呢，其实你有 K high 加上一些后门花、后门顺的手牌呢，基本上对于这个很小的下注尺寸呢，我们都必须要继续哦。所以我选择了跟注，转牌来一张梅花 K 啊，这个非常好，我们中了顶对，底池3万，他又选择了下注18000，那当然我们有 K8的时候，这个时候当然我们一定要跟注嘛，或也可以考虑加注，我觉得这个牌是都可以。但如果说是要加注的话呢，我可能会选择稍微不一样的手牌。反正这手牌呢，我当下选择跟注，然后合牌呢是一张红桃8啊，转牌合牌的2对啊，非常好，底池66000，它非常的快速的下注2万。那我觉得非常快速下注2万的话，我就会排除，比如说5-7的顺子的组合，或是70的顺子组合。因为如果说你今天中了一个非常大的手牌，比如像顺子这样的手牌，其实你会想要说，你会多想一点，说你如果想要下注，你要下多大？所以如果说第一个他非常快速的选择下注1/3，底池66000，他下注1/3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些比较弱的，比如说我觉得可能是 A6或者是任何9的对子，就是这种翻牌的顶对，然后他可能不希望他 check 之后我下一个大注，那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范围。那如果说我觉得它是一个9的范围或者6的范围的话呢，其实我们就要想，那如果说我要加注的话，多少的加注尺寸是合理？那我认为我如果今天加注到73000，我觉得它的9很有可能会跟注，但我不确定。底池66000，他下注2万，那我加到72000，这时候他真的想了4分钟，然后其他2桌呢都已经筹码打包，人都已经走了，就只有我们那桌还在玩了，就是最后的一桌啊，然后大家都很不耐烦，因为就已经很晚了嘛，12点半，然后那边弄多久，对不对？啊，我也没有call time，因为我觉得打比赛就是他要想，其实我觉得也是合理的，然后大家都很友善，大家都不call time，然后呢，他想5分钟之后他弃牌。然后他说他有9，他弃牌，那我觉得也很合理。但在我眼里，我觉得对于单挑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的9应该是永远都要去支付我的这个下注啊。反正就是他弃牌啊，我觉得也无所谓。所以我们赢下最后一个底池呢，总共的筹码量呢是298000进入到这个 Day 2，所以是非常不错的筹码量。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平均筹码才20万吗？差不多吧。非常不错，1.5倍的均码进入 Day 2啊。Day 2的话是在明天。想请问就是，那如果刚刚那首 K8，那你的炸胡组合你会放在哪一些？我觉得炸胡的组合，我觉得最直觉的就是我有一些，我觉得6、7，就是你有一些阻挡顺子，然后你也明确知道你的对子不够好的时候，
我觉得6、7或者是一些什么2、7，我会有2、7嘛，因为有大盲 check。我觉得是一些对子，我翻牌跟转牌都会跟住。我翻牌会转牌会跟住，一定是一些中对或敌对，一定要继续的手牌。但是我明确知道他3次翻牌、转牌、合牌又下注的时候呢，很有可能是6或9的时候，我很明确知道我的牌不会赢。那如果我要转炸胡的话，我觉得这是最明确。当然你要找炸胡也很容易会有，就是譬如说2张黑桃，我翻牌的同花听牌没有中，那我觉得合牌也是一个很好炸。那我会希望，如果说是2张黑桃又带有7的话呢，那我觉得是更好的一个炸胡，因为我们会有5、7同花，我们会有70同花，代表说我们有可能会同花听牌，然后合牌中顺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炸胡的手牌选择。当然，我觉得逻辑是这样，然后你组合如果够多的话，你可以混合一些2对。如果说我今天真的是5、7或是70合牌中顺子，我的加注尺寸可能会再大一点。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的手牌里面更多的转牌或合牌的2对，因为我拿了后门2对，他有2对的机会就少了嘛。所以如果说当我今天是顺子的时候呢，我可能加注筹码量会再加大一点，可能加到10万甚至更多，希望他拿他的2对来支付。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手牌上的选择。大家会说，你怎么有大牌加注比较大，然后2对牌加注比较小？可是我觉得这很正常其实德州扑克就是这样嘛，就是你有 AAKK， 不就是翻牌前希望越多加注越好嘛？觉得它很直觉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很基本，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其实大家都把德州扑克想得太复杂。很复杂就是有好牌就是想要加注多一点，可是有很多人又直觉什么，像我学员我看他的影片就是 AQ 同花，然后翻牌 nuts A 花 check 一直 check， 很多人就是有牌一直 check， 没牌一直打，别人 check 就要打，但就是就是说你没牌你就希望你要下注炸胡人家，因为你知道你 check 不会赢嘛，你有牌的时候你为什么一直 check？ 有牌的时候你就怕你打人家弃牌，你看你翻牌中 A 花。你下注人家就弃牌，可是你要知道的是，就是因为你有 A 花，这个底池的期望值对你来讲是比较高的嘛，因为他就算中了2对或中1对中3条，你的赢率比较高，你就希望投入更多的筹码，你希望在你领先的时候投入筹码，那为什么你领先 A 花的时候你一直 check？ 所以我们要投入相对应就是我们想过的合理的筹码量，而不是因为害怕他会盖牌，对，害怕他会弃牌，所以下很小。他的逻辑就是你有好牌，你就经常下注，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大尺寸的下注，很合理AA 你就希望投入越多筹码越好。AA 会跑输吗？AA 能输吗？可以，一直输。好输一直输。因为我刚才也想说，那如果今天小 P 是炸胡的话，那他会选择更大的 raise size 嘛？对，刚刚都解释过了，差不多。我觉得也可以有小的炸胡，也可以有小的加注如果说，因为他其实选择了2万的小的尺寸，其实他的范围里面就不会有2对，也不会有顺，就是他就是最多就是一个对子。对，他就是8raise。如果说我今天是 K10 翻牌前面有 raise 的话，我觉得这个 K10 的顶对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要加注。那加注的话，我也不会加到一个什么14万，他跟注就一定是2对，那我这就没有意义嘛。所以我觉得单纯的 K 的顶对，我也会做一个小的加注。假如我是 K9， 那转牌中 K 我扣，他合牌再下注，我会下一个，我会加注到7万3，希望他拿9的对子来支付我的 K 的顶对的加注。对重点就是我只要找到足够多的炸胡去平衡我有牌的时候加注，不会说你合牌加注永远都是2对以上的手牌，那对手可以很轻易的弃牌嘛。可其实不是嘛，因为单挑我要找到炸胡其实非常的容易，我觉得是非常的容易，对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第1天的这个手牌的状况，然后呢我们之后呢也会做 Day 2跟决赛桌如果有的话，先讲就有，进入到决赛桌的影片。如果说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精彩手牌分析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会做更多扑克的手牌影片。大家再见，拜拜。